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 ，Flux Context 开源了。那 ComfyUI 的官方呢，也在第一时间的支持了这个模型。那我们可以在非商用的许可下呢，自由的去使用这个模型啊。那这个模型都有哪些能力呢？我给大家实测了一下啊，包括图片的参考生成、风格的转化，我们可以移除物体、改变头发的颜色、改变着装，然后改变文字、改变视角、改变光照。我们同样可以多角色参考生成。那这一系列实测的场景都能够说明Flux Context 这个模型的能力。那具体怎么样，我们就详细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为了让大家直观的理解这个模型能带给我们什么，下边呢我给大家看一个实际的例子。那我在 Running Hub 上呢给大家构建了一个工作流，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回头呢我会将这个工作流呢发布到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搜一下有趣的80后程序员，然后在我发布的这个工作流里边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个实例啊。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工作流呢其实就是一个 VACE 的守帧伪帧的工作流啊，但是带给我们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美女，然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视角旋转的这样一个动画。那这样的动画在我们之前去做的话呢，其实是非常难的，我们很难做到这么流畅、这么标准、一致性这么强。那么总体上来看的话呢，其实还是这张图片是整个工作流的关键。那这张图片呢，其实就是用 Flux Context， 当然是开源版生成的。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真的非常的棒人物的一致性保持的也非常好，场景呢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你会发现技术的更新带给我们的往往是一个链式的反应甚至呢通过不断的反应呢会引爆整个我们最终产品的一个形态，对吧？好，那关于这个例子呢我们就说这么多。那下边呢我们言归正传来说一下 Flux Context 这个开源模型。通过这个 blog 其实看不到太多的这个内容，那么大家可以进到它的文档里边，这儿有一个链接，那我们可以点开它，这里边呢有更加详细的这个内容。那我把它翻译一下，大家看一下。Flux.1 Context 是黑森林推出的一个突破性的多模态的图像编辑模型，那它可以支持各种各样的任务，其实可以直接对标 ChatGPT-So 这样的大语言模型。那之前我们已经试用过它的 Pro 版本和 Max 版本，那今天呢我们讲的是它的开源的 DV 版本大家看一下有一个基本的介绍。那如果你想用这个模型的话呢，需要这么几步第一个，把你的 ComfyUI 更新到最新版；第二个，下载模型。那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下载模型，当然这儿一点就直接下载了这个模型是一个 FP8 的，这个你不要从黑森林的官网去下载。如果你打开它的抱抱脸，然后去看它这个模型是一个 FP16 的，所以说是 23.8 个 G， 这个还是很大的。所以说你真正要去下载的话呢，可以到 ComfyUI 官方的这个抱抱脸的首页上。大家看一下，在这个位置我们找到 Split Files 然后 Diffusion Models， 这个呢是它的 FP8 版的下载地址那你可以看一下，大小呢是 11.9 个 G， 然后它的编码器和 VE 呢其实和我们的 Flux 是通用的，这个不用单独的下载。下面就是基础的工作流，基础的工作流和多图片的工作流呢其实是一个，大家呢只需要将这张图片或者是这张图片拽到你的 ComfyUI 里边，这个就可以了。好，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它官方的工作流，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修改那我们给大家解析一下这个工作流是怎么来构成的。首先呢是主模型加载的部分，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下载的那个 FP8 版的 Context 模型，然后呢是我们的双编码器Clip-L 和 T5 编码器，这个和 Flux 是一样的，然后呢是 Flux 的 VE， 完了之后呢是我们的参考图片。参考图片你注意在这个地方它跳过了一个节点如果你要是多个图片的话，可以把它打开，用 Ctrl+B， 当然呢也可以点这个是一样的。现在我们先说单图片的部分。大家注意这张图片呢它经过 Image Stage， 这个可以过也可以不过，因为它现在就一张。这儿我们顺便说一下，你注意这个 Load Image 是一个新的节点它可以从上一个输出直接加载一个节点进来。当然在我们这个工作流里边你可能感觉不出来但是在实际用的时候这个节点是非常有用的，这个有机会呢我们会详细给大家说一下。
另外你注意这儿有一个Flux Context Image Scale 有一个缩放的一个功能，因为呢如果你在这儿进行拼接，可能会拼得很长或者很高，它真正生成这个图片的时候呢是不可能按照实际你拼接出来这个图片尺寸去生成的。所以说呢这儿有一个 Scale， 这儿比较晦涩的地方或者不容易控制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分辨率啊，就是它生成出来是多少，这个是完全系统自动来计算出来的啊。然后呢我们直接对这个 image 进行一个 VE 的 encode， 那这样会生成一个浅空间里边的图片。完了之后呢这儿有一个叫 reference latent，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啊，它是把我们的提示词，这儿写的这个提示词和我们生成的参考图片啊进行一个组合，然后生成一个新的 conditioning， 就是新的条件，然后呢进行 flux 的 guidance。 注意这个 guidance 的值呢不是8也不是5啊，是 2.5。 然后这儿呢是一个空条件，如果你看到这个你可以猜想 CFG 的值应该是1，对吧？然后呢这个采样器的部分20步采样，欧莱采样器 simple， 然后标准的 flux 的采样设置，然后是 VE decode 解码，我们就得到了一张图像。好，下面我们看一下，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在是完成了一个什么功能呢？你注意它叫风格参考啊，就是我这儿有一张图片，这个就是官网的图片，因为我找不到一张更合适的啊。然后呢我们会参考这个风格来生成一个新的内容。那这个呢是生成了一个鸭子啊，头上戴了一个王冠，大家看一下这个风格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给大家测一个，我这儿呢有一张图片啊，是一个动画风格的啊，非常有特色的动画风格。为什么？因为它人物是动画，但是你看背景啊，这个是写实的，是吧？然后呢我这个提示词变成什么？就是我们参照这个风格啊，创建一个女孩呢正在弹吉他，那你看一下生成的这个风格是不是非常的像？这个能力真的非常的强，这个让我想起来我昨天测的一个模型啊，叫 Omejen 2， 测的我真的想吐啊！就是你说它不行吧还可以啊，你要说它行吧那真是一言难尽，是吧？那你知道我今天之所以没有发视频，就是因为给我测恶心了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这是我上一步生成的那个图片。现在呢我要做的是风格转换。我的提示词很简单，说 transform a realistic photo， 什么意思？就是我现在把它转成一个真实的照片，看一下。虽然有点这个恐怖娃娃的味道啊，但是这个风格转换是没有问题的。那我可以把它换成一个其他的图片啊，大家看一下可能会更好一些。比方这个我把它转成一个什么真实的照片，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比较明显了啊，整个的风格啊，这个皮肤的质感很明显是一个写实的，对吧？非常的漂亮。这儿我们还说一下这个功能非常能体现这个模型的能力，你可以去试一下所有其他同类的模型，他们可以把一个写实类的图片转成一个动画类的，但是你要让它把一个动画类的转成一个写实的，很多模型都做不到啊，但是 Flux Context 是可以做到的。好，下面我们继续。这个呢也是风格转换，比较老套了啊。这儿是一个美女，然后我们把它转成一个吉卜力的风格，大家看一下啊，非常的突出啊，这个风格非常的鲜明。好，那关于风格转换呢，我们就说这么多。下边呢，我们来进入图片的编辑。先看这个呢是一个美女拿着一个禁止吸烟的标志牌，然后我这个提示词说 remove the paper thin in the girl's hand， 现在呢我就要把这个东西给它去掉。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手有没有变形呢？没有，而且手的姿势呢依然保持刚才那个姿势啊，没有任何的尾影出现，对吧？所以说非常的漂亮啊。然后这个人物的一致性保持的也很好，这是我们说移除物体。然后呢我们来修改人物的发型，我们将他的头发呢变成一个蓝色啊，很简单。然后你看一下人物的一致性保持的也非常好啊，背景也没有变化，只是头发变了。这个呢是换衣服，是吧？大家看一下，这儿有一个穿着黑色长裙的美女，现在我把这个给它变成什么？穿成白色长裙。那这个提示词的写法还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那个原则啊，就是一定要写的详细，
就是说清楚什么是变的，什么是不变的。如果这个主体比较突出的话呢，其实写的可以省略一点。比方说我们刚才这个改变头发的颜色，这个其实呢可以这样写啊。当这个需求比较复杂的时候呢，你可以把这个提示词写得更明确一些。比方说呢，我现在将这个女孩的衣服呢变成一个白色的长裙，然后我需要保持她的面部表情、发型以及她的姿势啊不发生变化。所以说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棒。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特殊的修改啊，就是改一下文字，对吧？因为它文字编辑的能力也是非常棒的啊。看一下，我们这儿上传了一个美女的图片，然后她拿着一个牌儿啊，然后我现在给它换成什么呢？换成叫 well done 啊，就是干得好。大家看一下，非常的细致啊，也非常的清楚，不存在任何的这个问题，对吧？这就是文字的编辑。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展示的那个实例了。我上传了一个坐在沙发上的美女啊，然后我这个提示词是这样写的，说现在呢我要把这个相机转换90度，然后来直接看它的侧面，而且我要保证这种写实风格呢是不变的。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漂亮。那我把这2张图片给到那个视频生成模型，就可以得到我们刚才的那个效果了。下边呢我们看一下一个特殊的图片编辑，就是修改光照，或者叫修改环境啊，修改环境光。这儿呢我有一张图片，2个美女呢正在战斗啊，它是怎么来的呢？我后边这个工作流呢生成了这个图片啊，然后我们就用它来改变一下这个光照。看一下，我现在呢要把它转成一个早晨的一个场景啊，而且有金色的阳光照过来，能体现这种柔和的金色阳光的早晨。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漂亮，对吧？那最后呢，其实不属于图片编辑啊，就是我们说的参考生成，是吧？因为参考生成呢也是图片编辑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这儿我没有做过多的测试啊，我就做了人物的，其实其他呢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的这个能力我们在Pro 和 Max 版本里边都领教过了啊。2个美女，一个穿着黑色的长裙，一个穿着紫色的长裙啊。下边我这样写这个提示词啊，我将这2个女人呢给它放在同一个场景里边，然后场景里边他们正在干嘛呢？还正在打架。大家看一下，这个手这儿稍微有一些问题，也不好说，是吧？也可能是视角的问题。但是你注意啊，这个一旦是参考生成的话呢，衣服和细节这个一般没有问题，但是呢，面部的一致性保持的就不好了，很明显啊，有点西方化了，尤其是这个人物和我们参考的这个人物其实不太像。这个没有办法啊，不管是我们现在说的第1位版本，还是之前 Flux Context 的 Pro 和 Max 版本，在编辑图片的时候一致性保持的都是不错的，但是参考生成的时候呢，一致性的这种保持呢其实是有问题的啊。如果是全部是正面视角还好，如果是侧面视角，这个一般都保持的不够好啊，大概60%左右，这个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就可以了。那通过这一系列的例子呢，大家也能发现啊 ，Flux Context DEV 虽然是一个弱化的版本啊，叫开发版，但是呢，它的能力比同类型的模型呢，其实还是要强很多的。所以说呢，我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试一下啊，它可以弥补我们在参考生成、图片编辑、多模态模型方面的一个空白。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